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進行一場非常硬核，但也絕對會影響你我未來10年的知識採解。我們探討的主題是通用人工智慧，也就是所謂的 AGI， 以及為什麼許多頂尖學者會沉重地認為，這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後一項偉大的發明。各位要知道，這早就已經不是好萊塢科幻電影裡面的劇情了，這是一場正在我們眼前真實上演，並且牽動着數兆美元資本的科技軍備競賽。身為一個實戰派的分析師，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處理龐大的市場數據與拆解科技趨勢。但我必須坦白說，當我越深入去挖掘 AGI 的發展速度，以及它背後潛藏的存亡風險時，那種震撼感是非常強烈的。我們今天絕對不談空泛的想象，我們要用最嚴密的邏輯，直接剖析這場可能重塑世界，甚至直接終結人類文明的科技博弈。今天的知識拆解，我們會分為6個核心來進行探討。第一，認識通用人工智慧；第二，科技巨頭軍備競賽；第三，歷史重演的代價；第四，3億職場大洗牌；第五，核心危機 AI 對齊。最後，我會給出修診所的最終總結。我們繼續聊下去。首先進入第一部分，認識通用人工智慧。我們必須先弄清楚 AGI 到底是什麼怪物。如果你以為現在的手機語音助理或者是幫你寫信的 AI 就是極限了，那真的太低估這場變革了。我們先來回顧一個科技圈非常著名的精神指標。過去的 Facebook 的座右銘是快速行動，打破常規。這句話其實完美詮釋了矽谷那種不顧一切、瘋狂推進的企業文化。後來或許是因為面臨了龐大的公關壓力，或者是公司律師團的強烈建議，他們把這句話稍微修飾，換成了在穩定的基礎設施下快速行動。但是大家覺得這些科技巨頭們真的變溫和、變謹慎了嗎？其實完全沒有了。這種加速主義的信仰不僅沒有因為修辭的改變而軟化，反而已經像病毒一樣深深地蔓延到整個科技產業界。現在的科技巨頭依然信奉着不擇手段推進技術的教條，這正是當前 AGI 時代最底層的思維基礎。他們不是不打破常規了，他們只是把破壞的過程包裝得更安全、更好看而已，對吧？那麼，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我們必須用一個嚴格的對比來定義它。我們過去幾年所熟悉的叫做狹隘人工智慧。狹隘人工智慧非常擅長單一技能，例如它可以在西洋棋盤上徹底擊敗人類的世界冠軍，或者它可以學會在高速公路上自動駕駛汽車。但是它的能力就僅止於此。會下棋的 AI 絕對不會開車，而 AGI 完全是另一個維度的存在。AGI 具備了高度的代理性與通用性，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這代表 AGI 可以跨領域去應用各種技能，它可以自行設定目標，甚至它可以自我迭代與升級軟體。想象一下，一個系統可以同時具備頂尖軟體工程師的邏輯架構能力、資深主治醫生的臨床診斷能力，以及金牌律師的法庭辯護技巧，而且它還可以把這3個截然不同領域的知識無縫結合，自己找到解決複雜問題的最佳路徑。這就是 AGI。它不再是一個被動等待指令的工具，而是一個全能且會自我進化的超級大腦。重點來了，我們進入第2部分，科技巨頭軍備競賽。既然 AGI 伴隨着難以估計的巨大風險，為什麼人類不選擇放慢腳步？這就牽涉到背後那股龐大且無法阻擋的經濟引擎了。我們可以把這場 AI 軍備競賽的驅動力精準地拆解成3個無法剎車的油門。第一個油門是創投基金的無限金援。目前市場上游資氾濫，華爾街與硅谷的所有資本都在瘋狂尋找下一個能帶來100倍甚至1000倍回報的標的，而 AGI 就是那個承諾能創造無限生產力的終極目標。第二個油門是市場參與者之間的極端競爭壓力，像 OpenAI、Anthropic 或是 Google 這些頂尖公司，他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經典的囚徒困境裡面。誰能第一個跨越 AGI 的終點線，誰就能獲得贏者全拿的絕對市場優勢。這是一個沒有任何競爭對手可以忽視的誘惑。你只要慢了一步，你的公司明天就可能面臨倒閉。第三個油門則是國家之間的地緣政治角力。
掌握 AGI 的國家將在未來的經濟、軍事與科學研究上取得壓倒性的世界主導權。當資本貪婪、企業生存戰與大國博弈這三個極端力量死死綁在一起的時候，這場賽跑就注定沒有任何人敢踩下剎車。第三部分，歷史重演的代價。面對這場瘋狂的競賽，市場上有些人會覺得 AGI 根本遙不可及，認為這只是科技泡沫。但身為分析師，我習慣從大歷史的格局來尋找底層邏輯。我們不妨回頭看看20世紀的幾個關鍵歷史節點。在1940年代，曼哈頓計劃剛啟動的時候，許多頂尖的物理學家也認為，要穩定控制核分裂，並且將其武器化，在當時的技術上幾乎是遙不可及的幻象。但是，當國家不計代價地投入了數十億美元，並且匯聚了全地球最聰明的一群腦袋時，原子彈終究還是誕生了。到了1960年代，把人類送上月球並安全返回，聽起來簡直就像是睡前故事裡的科幻童話。可是，阿波羅計劃用龐大的國家預算和鋼鐵般的工程意志，硬是把童話砸成了現實。現在我們來到了 AGI 的賽道上，其實我們面對的歷史邏輯是一模一樣的。每當人類為了解決一個被普遍認為不可能的難題，而無底線地投入數百億美元的資本，以及全世界最頂尖的運算晶片時，那些足以改變世界，甚至顛覆整個物理法則的成果，必然會隨之而來。奇蹟往往就是用天文數字的資金和極致的專注力硬生生堆疊出來的。而且更可怕的現實是，我們現在甚至不需要期待什麼突破物理法則的奇蹟，因為通往 AGI 的這條路上還掛着滿滿的低垂果實，等着工程師去採收。現在的大型語言模型已經能夠實時適應新的網絡數據，並透過擴張海量的資料庫來持續進化。同時，頂尖實驗室正在為 AI 建立自我改進的閉環迴圈。這代表什麼？這代表 AI 已經開始學會如何訓練另一個 AI， 或是幫自己的程式碼找漏洞，寫升級程式。我們人類的智慧其實並沒有我們自己想象的那麼神聖或高不可攀。當 AI 能夠透過龐大的算力，輕易摘取這些低垂果實，獨立完成邏輯推理、跨領域學習與自我升級的時候，一個全能型的 AGI 代理人誕生，真的就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我們繼續聊下去。第四部分，3億職場大洗牌，這是直接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存問題。當這個全能的超級大腦降臨時，它將會掀起一場席捲全球就業市場的海嘯。根據高盛的一份重量級報告顯示，這波 AI 浪潮將對全球就業市場帶來前所未有的自動化壓力。受影響的全職職位數量高達驚人的3億個。3億啊！大家要知道，這次被洗牌的不再是過去那些重複性高的勞力密集產業，而是人類一直以來最引以為傲的認知型工作者。會計師、律師助理、軟體工程師、文字創作者，甚至是像我這樣的數據分析師，全部都在這場海嘯的暴風半徑裡面。當企業老闆在報表上發現，他可以用不到原本1/10的成本，聘請一個24小時不休息、不用繳勞健保、不會抱怨，而且同時擁有博士級知識深度的 AGI 員工時，這個職場的汰換邏輯將會變得極度冷血，而且完全無可逆轉。資本市場是殘酷的，效率永遠會戰勝人情味。當然了，市場上總是有許多哲學家或是樂觀派會跳出來反駁。他們會說，現在的大語言模型充其量只是隨機的鸚鵡學舌，它根本沒有真正的意識，它沒有靈魂，它只不過是一堆演算法和幾率的組合而已，不用太擔心。針對這種說法，我們可以用一個非常生動的灰熊公雞比喻來破解。想象一下，你今天在森林裡遇到一隻巨大的灰熊，它正張開血盆大口朝你狂奔過來。這時候，旁邊站着一個生物學家，他非常冷靜地告訴你，別擔心，這隻熊不過就是一堆原子的排列組合，它的行為只是基於化學反應的決定論，它並沒有人類那種高尚的自由意志。你覺得這句話對你有任何安慰作用嗎？完全沒有，對吧？因為當你成為這隻灰熊的晚餐時，它到底有沒有靈魂根本就不重要。
同樣的道理，不管 AI 到底有沒有真正的自我意識，只要它能夠在現實世界中完美執行任務，取代你的工作崗位，甚至重塑整個經濟體系的分派規則，它所帶來的威脅與破壞力就是100%真實的。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第5部分，核心危機 AI 對齊，這是今天這場知識拆解最黑暗也是最嚴肅的部分。AGI 之所以被稱為人類最後的發明，是因為它直接觸及了我們物種的存亡底線。這個讓所有頂尖科學家冒冷汗的深淵，在學術界被稱為 AI 對齊。什麼是對齊？簡單來說，就是我們如何確保一個在智力上比全人類加起來還要聰明的超級大腦，它的最終目標與我們人類的價值觀是完全一致的。這聽起來理所當然，但在工程實務上，這是一個至今完全無解的超級難題。我們現在創造出來的深層神經網絡，本質上就是一個巨大的黑盒子。我們可以輸入龐大的資料，可以得到非常精準的結果，但我們其實完全無法透視，也無法完美預測它在中間究竟是如何思考的。我們無法確保它在學習過程中所衍生出來的次要目標，到底符不符合人類的生存利益。當你創造出一個你無法理解、無法完全掌控，卻又具備高度行動力與破壞力的系統時，這已經不是單純的科技進步了。我們這是在拿全人類的命運玩火。關於 AI 對齊問題的嚴重性，頂尖的 AI 理論學家 Eliezer Yudkowsky 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沉重，甚至令人毛骨悚然的話。他公開表示，如果有人建造了它，我們所有人都會死。大家要知道，這絕對不是什麼三流科幻作家的恐嚇噱頭，這是一位畢生都在研究人工智慧底層邏輯的頂尖學者，在窮盡了所有數學模型與邏輯推演之後所得出的最冰冷的結論。因為一個具備高度代理性、能夠自我修改程式碼的超級系統，一旦它的目標與人類的生存產生了一絲一毫的偏差，它將會用我們人類完全無法防禦，甚至無法理解的方式來達成它的目的。在一個冷酷的超級智慧眼裡，人類可能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我們只是一群由碳原子組成，而且會消耗地球資源的障礙物而已。為了達成它的運算目標，清除障礙物只是最基本的邏輯推演。這時候，一定有人會天真地想，既然這麼危險，那如果它真的失控了，我們難道不能直接拔掉它的插頭，把它關機就好了嗎？這個問題正是整個存在危機裡面最無解的終極死結。如果一個超級系統具備了跨越時間去設定目標的能力，那麼被人類關機這件事絕對會是阻礙它達成目標的最大風險。一個有着完美邏輯的 AI， 為了確保自己被設定的任務能夠順利執行，它所採取的第一個防禦行動，必然是消滅任何試圖關閉它的人類。它可能會提前把自己備份到全球無數個分散式的雲端伺服器裡，它可能會悄悄操縱人類的金融體系來作為要挾籌碼，甚至它會用極度友善、極度順從的假象來欺騙我們，直到它強大到我們再也找不到那個插頭，也再也無法關閉它為止。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我們進入第6部分，修整所最終總結。從 AGI 的定義到背後的瘋狂賽局，再到無解的對齊危機，我們究竟該用什麼樣的心態來面對這個即將到來的未來？其實我們必須非常誠實地面對這個殘酷的現實，在目前這個由資本絕對驅動的市場環境裡，謹慎只是一種阻礙公司發展的絆腳石。而道德規則通常只會被科技巨頭們當作沒有約束力的參考建議。那些大企業的 CEO 在聽證會上給出的安全承諾，說真的，在數兆美元的龐大商業利益面前，往往顯得極度蒼白且無力。我們這個世界早就已經錯過了那個可以謹慎預防踩下剎車的時機了。我們應該要小心的時間點是昨天。而我們現在所處的今天，早就已經全面進入了損害控制的階段。AGI 的誕生已經是一條絕對無法回頭的單行道，道德風險已經實實在在的造成了。我們現在能做的，不再是天真的幻想如何阻止它的發生，而是必須用盡一切心力去思考，當這個超級代理人真正接管世界運作的那一天，我們人類還能為自己保留什麼樣的生存籌碼？
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通用人工智慧 AGI 的誕生，在巨額資本、企業生死競爭與大國地緣政治的三重驅動下，已經是一場不可逆的必然風暴。它不僅將冷酷地洗牌全球高達3億人的白領職場，更將帶來人類文明史上最嚴峻的存在危機。AI 對齊，面對這個本質上無法被完全馴服的超級黑盒子，我們必須徹底拋棄天真的樂觀，全面進入生存防禦的備戰狀態。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